等等，你干嘛？光说不练假把式，搞不清楚这是啥，就直接去一探究竟呗。随便碰这种来历不明的东西，你心也太大了吧？嗨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区区烟雾哪能熏得倒我？啊！喂，你这什么东西啊？我是维塔，我爱你们。维塔，这么说，刚才被切断的那个通讯，果然就是……抱歉，明明有我们在场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在一瞬间消失。这不是你们的错，奇洛前辈。即使是接管了贤者力量的我，也没能在这个世界内部感知到任何前兆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需要梳理一下经过。按照原计划，苏莎娜顺利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通过米斯特林的通道回到了本真世界。然而在那之后仅仅一瞬间，我们向本真世界架设的通道就消失不见了。正准备加固通道的维塔也……维塔和通道同时遭受了某种影响，是这样吗，密斯特林？或许是那样吧。异变发生，通道被切断的那一刻，我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。好在那些已经被转化为建筑材料的部分和我自身的连接毕竟有限，不然我现在多半也已经消散了。假如不是亲眼所见，我甚至可能会怀疑这个女人又在耍什么把戏。然而这的确是事实，维塔还有通道真的在我们眼前消失了。你刚才用了被切断这个词，米斯特林小姐，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，你倾向于认为维塔和通道的消散都是某种外力作用下的结果。嗨，博士，你讲话也太绕了点儿。我们这是将人给暗算了吗？莫非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梭在搞鬼？是不是梭，我没有证据。只是通道断开的前一刻，我确实感受到有什么力量在介入其中。这符合我们之前的猜想。如果我们打算带着梭的世界逃亡，那么他一定不会袖手旁观。是我计算有误，原本希望能够尽可能的绕开梭，
没想到我们或许还是惊动了本尊。那这个本尊他倒是出来呀！你们把这个缩讲的神乎其神，可他现在却像个胆小鬼一样躲起来暗算我们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难说，或许他不仅强大，性格还非常谨慎。所以，他的目标才会是 Vita 吗？因为索想要从暗处阻止我们，才会首先瞄准拥有推演未来能力的 Vita， 否则他的介入一定会被 Vita 发现。确实存在这种可能，但那也意味着这只是个开始。接下来，我们或许不得不直面索这个可能与中烟之茧同构的存在。那我们正好会会他，保维塔姑娘的一箭之指。怎么回事，希尔？这边怎么？时之旅者，希尔，通讯被切断了。不只是通讯，我好像也感受到了影响。有什么力量在直接干涉这个世界？恐怕那就是怎么了，希尔？还是不行吗？你就不能用你那个贤者什么全能的玩意儿再想想办法？吵死了！帮不上忙就乖乖把嘴闭上。喂，也不看看刚刚是谁在帮你解决怪物打掩护呢？这帮家伙从刚才开始就越来越多了，虽然来多少个我都对付得了，但是毕竟一个人顾不了两头，再拖一会儿，那些敬拜你的小鬼火们可就很难置身事外了。没办法，和希尔他们的通讯应该是被阻断了。但还不能确定这种阻断的形式。如果只是普通的受到干扰，信号或许还有恢复的可能。那还不简单，我们回那个月亮下面呗，那里离高塔的距离最近，信号肯定最好嘛。哼，这主意倒是不错，还能顺带处理一下沿途这帮不人不鬼的东西。好啊，那你可要跟紧了，别拖我后腿。得了吧，我看你就是喜欢闷头往前撞。跟着我好好学习一下什么叫效率，如何？你说爆了！好好取悦我吧！哎，你说好的效率呢，希尔姑娘？好像你那儿的怪物比我这里少很多呀。还不是他们喜欢你，物以类聚嘛。得了吧，我看你那对大爪子倒挺像他们的亲戚。事实胜于雄辩，单论打架，你还真得叫我一声师傅呢。要当希尔的玩具嘛。喂，这是什么？不知道，好像是伴随着那些怪物一起出现的。而且怪物被打退之后，雾气也变淡了一点。怪物和黑雾都是从通讯被切断的时候开始出现的，也就是说……等等，你干嘛？
光说不练假把式，搞不清楚这是啥，就直接去一探究竟呗。随便碰这种来历不明的东西，你心也太大了吧？嗨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区区烟雾哪能熏得倒我？啊！喂，你这什么东西啊？看来你的真把式确实有所收获。这黑雾恐怕也是缩的陷阱，它和怪物们一样，正在源源不断从世界边境蔓延过来。看样子是铁了心要赶我们走。哼，行吧，我们不上他的套就是。我说希儿，你是不是也能和另一个希儿一样，召唤那个什么沙士啊？怎么，你自己应付不来了？刚才不是还口气很大？我这不是看你心急赶路，好心给你提点一下嘛。一之握呀！现在确实不是拌嘴的时候。如果沙士能争取到一些时间，火眼不太行，沙士也会被黑雾捕捉到。行吧，那看来还是得靠我呀。哦，那边好像是咱俩最初见面的地方，那些鬼火的城镇。不好，怪物和黑雾已经侵入那一带了，我们赶紧过去。你说爆了！那些鬼火的状态毫无反应啊！虽然用这个词好像不太恰当，但如果只从外观上看，这些鬼火就好像结晶了一样。我说，你也别太消沉。虽然有些遗憾，但咱们还得接着赶路。再说，他们毕竟只是些死人。不一定。你想，他们过去在得不到月光的情况下，也只会消失在空气中，而不是结成晶体。要不然我们这一路上不知道要见到多少晶体了。所以，这些鬼火可能还有恢复的机会。希尔的分析确实有一定道理，但眼下我们也无法遏制这种冻结。那些怪物会无穷无尽的带来黑雾，我们不能在这里久留。我当然知道，等到骚动解决后再来想办法吧。别以为我有多在意他们的死活，只不过轻率的不求甚解，这对我们接下来的行动可没什么好处。哎呀，你学另一个希尔倒是越学越像了嘛。别扯了，我们赶紧到高塔下面去。拜托，一定要成功啊！希儿，希儿，你们没事吧？暂时还好，看样子你们终于找到了通信的突破口。毕竟这里是两个世界在空间关系上最接近的地方，很简单的原理，但的确有效。看来，并没有某种超自然的规则直接切断了我们的通讯，而是两个世界本身的不稳定造成了我们之前的失联。不过，这也同样意味着我们必须争分夺秒。当前希尔和希尔的链接也并不稳定，随时都有中断的可能。哎，那你也别文绉绉的长篇大论了，赶紧总结一下我们这边遇到的情况吧。怪物和黑雾袭击了你们的世界。相比之下，这边的情况还没有明显恶化，只是电网和电信系统出现了大面积的瘫痪。也许是因为能够稳定世界的高塔在你们那边，这就不清楚了。不过，既然我们还能够取得联系，就表明高塔贤者的全能在那边的世界也还具有效力。那么，希尔，我们还可以尝试用它去抑制发生在你那边的异变。有道理。
你们的意思是又要开始整那个卫灵仪式了？我和希儿会同时进行仪式，在这段时间里，就拜托你继续保护希儿了，时之旅者。得，就知道又要使唤我。你们尽快啊，完事了记得喊我休息。那我们这就开始吧，希儿。有动静了，希儿，快来看！瞧，他们又开始动起来了，看来还是有效果的。喂，你怎么样了？能说话吗？月光，月亮，显着大人。他是要月光吗？可是这里不是一直照得到月光吗？月光，好冷，好冷。情况不对，离他远点，黑雾又要来了。好冷，月光在融合，显着大人。希儿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卫灵没有效果，反而增加了敌人的数量。说不定那团鬼火就是为了偷袭我们而布置的陷阱。不过这种程度，是不是也太小瞧人了一点？我们不能大意，如果对手是那个深不见底的梭，这些怪物恐怕是打不完的。哼，那也得打完这一阵再说吧。暂时解决了，但远方还在不停冒出黑雾，感觉新的敌人很快也会追到这里。哼，这帮家伙还真是子子孙孙无穷匮呀。不过我还真为那个梭感到悲哀，不是说他的性质和中烟之碱类似吗？结果就这，只会靠杂兵。打不完的杂兵也是很危险的哦。即使现阶段游刃有余，你们两个也不可能一直这样子打下去。喂，你们怎么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啊？净说些风凉话。很遗憾，他们所言的确有理。石头博士，你刚才是在和普罗米修斯私人连线吗？事实上，我们已经达成了一项共识。简而言之，我们建议你们先到这边的世界来，也就是从沙铁国度撤退。啊？想了半天，方案就是开溜？这并非单纯的逃跑。事实上，此刻的岩雪圣城并不比沙铁国度安全。还是让我来从头梳理吧。之前，根据绮罗和维塔的情报，我们基本可以认为，一个名为梭的存在，正在从暗中影响当前的2个世界炮。在此之前，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他过往的一些行为，包括制造出星际捕食者，炸毁凋零之星，以及米斯特林小姐所猜测的，为岩雪圣城与沙铁国度制定下融合与毁灭的法则。虽然这一切行为背后的目的暂时无从得知，但至少在性质上，梭无疑热衷于毁灭文明。是的，我们已经知道这些了。但问题其实就在这里。根据你们的描述，不管是沙铁国度的居民还是沙士们，都只是被暂时冻结了，而没有被直接消灭。如果像凋零之星那样的结果才是梭最终要做的事，那么冻结沙铁国度大概只是2个世界炮走向覆灭的其中一步。啊？啥意思啊？果然这只是个开始？抱歉，这方面是我之前说的不够清楚呢。在某种规则的影响下，2个世界炮将会互相融合、湮灭。我是这样说的吧？但对于融合的具体形式，我却没有展开分析。不如说，提到融合这个词，大家应该会这样想象吧。
就像是水盆里的2个肥皂泡，用缓慢的速度靠近彼此，直到超出泡壁张力的承受限度。啪！事实上，最开始发生在我们2个世界泡之间的，也是这种缓慢而致命的融合。只不过，就在最近的1个小时中，情况突然发生了改变。看上去，梭不想再等了，他打算直接介入，加速世界的融合与湮灭，以推动其中1个肥皂泡的方式。而那个被推动的肥皂泡，就是沙铁国度。是啊，所以他才需要先下手，冻结沙铁国度的居民。冻结居民和推肥皂泡又有什么关系？觉得这些家伙碍事？这可是有整个世界那么大的肥皂泡啊！即使是梭，为了推动那么大的肥皂泡，也不得不付出相当的能量作为代价吧。或许是不愿承担消耗，又或许单纯是为了省事。总之，这位似乎在模仿中焉之茧的存在，打算借力打力，用沙铁国度自身的能量去推动自己。哦，所以这卑鄙的家伙才没有直接灭掉那些鬼火，而是先控制住他们，抽取他们的能量。我说，这也太抠门了吧？怎么感觉这个梭越来越不入流了呢？这并不是什么不入流的手段。我们相对熟悉的中焉之茧，不也是通过文明积攒崩坏，通过律者代行审判吗？况且，所谓手段的高低又是什么？你难道认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不是战争？喂，你这家伙，说话怎么越来越像梅博士了？不管怎么说，情况我大致明白了。梭打算先利用黑雾控制住沙铁国度，再以它为工具与岩雪圣城同归于尽。而我和石之律者目前无法应对这些源源不断的黑雾，对吧？梭的力量很可能压制了贤者的全能，所以卫灵才无法发挥作用。我们与其各自为战，倒不如合为一处，强化自己的力量。毕竟从过去的情况来看，当身居高塔时，贤者才能更好地保护世界。这也是一招以退为进。持有贤者全能的另一位希尔离开沙铁国度，就能从反面保证，即使黑雾最终覆盖了整个世界泡，也不会立即引发毁灭。与之相反，梭多少需要花费一段时间来绕过贤者全能，去全面支配世界，这将为我们争取到思考下一步棋的关键时间。当然，你们也不用担心那些鬼火朋友们。从经济的角度讲，梭绝不会在他们尚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就痛下杀手。这一点，你们也算亲眼见证过了吧？行吧，留在这里确实也做不了什么，我们这就想办法过去。不是，就这么临阵脱逃？那我的面子可是丢大了呀！哼，不过嘛，人说舍命陪君子，这区区面子而已，又算啥呢？你这家伙！不过我们该怎么过去你们那边？按这里的规则，我们2个人加起来撑死算半个贤者，这距离能飞过去吗？这时候就又该我出马了。刚才不是已经给你们演示过一次了吗？我的搭桥技术。你确定要再来一次吗？我必须提醒你，你之前被损耗的部分并没有恢复多少。放心啦，我也是知道分寸的。和返回本真世界的距离相比，连通这2个世界泡的难度并不算很大。而且有了之前的尝试，我的技巧也熟练了很多哦。这次搭桥，只要薛定谔博士陪我花10几分钟进行定位，应该就能搞定。你想利用刚才被截断的那部分通道，将它转接到沙铁国度？当然了，这样既节省了时间，也能将材料的消耗降到最低。好啦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开工吧。